大家好，我是微微庄主。今天我们来聊市场的3年坎与未来10年的资产配置哈。回顾过去的3年啊 ，A 股跟中国的债市确实走到了各自的极端，市场的3年坎已经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肯定会纠结于自己的资产配置哈。但是呢，当我们还纠结于这个股债之间到底要如何平衡的时候呢，其实市场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股债平衡可能不再是未来资产配置的最主要的方式，在未来的资产配置中，将无息资产，什么叫无息资产？就是商品跟外汇哈，纳入到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可能会成为未来10年到15年最重要的策略。那今天的视频呢，我会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 A 股市场的3年坎。那目前呢 ，A 股跟中国的债市走到了什么样的位置？目前全球大背景什么因素在变化？在未来5到10年当中，咱们如何更有效的做资产配置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3年坎啊 ，A 股的3年坎。如果我们去复盘 A 股的历史数据，我们会发现 A 股市场呢，通常在3年的周期内会发生变化。不仅是 A 股，很多市场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你市场持续一个状态，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在一个持续的这个状态当中，它不会超过3年。那历次的牛市持续的时间呢，几乎都不超过3年，熊市也一样哈。我们回来捋一下。看哈，这是 A 股的上证综合指数，我们会看到在过去的这几轮市场当中呢，基本上牛市的时间是2年到3年，看到了吗？那我们说呢，熊市呢会相对于牛市呢更复杂一点哈。如果我们把熊市分成2个类型，一个是就是创新低嘛，就不断创新低，就一直往下走的状态哈，一直这样往下走的状态，不断创新低，我们叫单边熊市。如果看单边熊市呢，那每一次它不会超过2年，基本上就是1到2年左右。如果我们把到了这个底部以后，这样还在震荡的这种市场呢，也纳入到熊市当中，也就是说牛市启动之前的这个时间，我们也纳入到熊市当中呢，它最长不会超过4.5年，一般也就是3年到4.5年，就是在这一次的时候是时间最长的。那我们回去看呢，这一轮呢，从2021年核心资产往下走开始，到现在也已经3.5年了，就是单边下跌，单边市场这个2年已经走完了，然后底部震荡这里也已经走了1年半，所以说现在市场呢就到了这个市场的3年坎，也就是说市场到达了一个周期位置的极致。那么有朋友呢就会产生疑问了，就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大型经济体、大型股市当中，有长期单边下跌的市场吗？比如说日本股市，对吧？我们回去看日本股市呢，从1990年一直到2012年底左右10几年的时间是下行的熊市。但是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即使是日本这样长期下跌的这种股市，它连续的熊市也不会超过3年，就是单边下跌的这种熊市也不会超过3年，基本上都是这样震荡，大部分时间是震荡，这种时候不会超过3年哈。为什么说3年这个数据很重要？因为它代表着基金周期啊。长期关注我们的朋友就知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现在目前呢，单边下行的这个走势已经走完了。如果是从历史数据来看的话，好 ，A 股单边下行的市场已经走完了，那么底部震荡多长时间呢？现在总共是已经3.5年了，历史上最长是4.5年哈。我们可以说，至少在空间上 ，A 股已经运行到了一个极致，这就是 A 股市场的3年坎哈。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最长基本上不会超过3年。我们再来看债市呢，也有3年坎。如果我们去看发达国家市场哈，就是在他们即使是国债收益，我们说国债收益率跟债的价格是相反的，对吧？你利率往上走的时候，国债价格是下降的；你利率往下走的时候，国债价格是上升的。所以你如果投资债的话，你肯定希望它的国债收益率是往下走，这样你手里的国债就会更值钱。那我们看哈，在一个即使是发达国家哈，美国跟日本长期往下走的一个这样的状态下，每隔3年左右，
它也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什么意思啊？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就代表着国债市场的下跌，对吗？看，而且这个周期也不短哦。这是什么？这就是基金周期的影响。好，我们看哈，这个叫长期下跌，这叫长期下跌，但是中间有基金周期。这种时候，这种持续的一个方向的状态不会超过3年。那么现在 A 股的债市已经走了3年半，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哈，我们第一个结论呢，就是说，现在不管是 A 股还是中国的债市，都已经走到了一个极值的位置。那我们说呢，做周期分析这种策略它比较难的地方在于它很难精准的判断这个底部在哪，顶部在哪里。我们只能说这个位置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至于它什么时候产生绝对的反转，我们当下是没有办法去提前的精准判断的哈。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个极值的范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这种3年坎的时候，大家要去反复审视目前的仓位是不是合理的。好，听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你帮我点一个赞或者点一个小心心啊，这是第一个结论。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特别有意思哈，这是美国的股票跟债券过去20年的走势。我们看一下这过去20年的走势哈，这个图在最近几年从这个位置开始有没有什么变化？看哈，往上走，往下走，往下走，往上走，往上走，往下走，在以前是反向的。反向的好处是什么呢？当你做完了分析以后，你可以做股跟债的平衡，对吗？就你看好股的时候，你就多配股少配债；你看好债的时候呢，你就多配债少配股，因为它们两个是反向的。可是从2021年之后，看到吗？同向下跌，为什么呢？这次哪里不一样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啊，什么是康波周期哈？康波周期很长，它这个周期长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去感知。关于康波周期的介绍呢，我们以前也有视频，也请大家去关注一下，这里我就不详细讲。那我们说呢，康波周期是由技术来驱动的，对吗？那这一波呢是信息技术的康波周期。那我们说康波周期再往上走的时候，技术刚刚被发明出来，然后呢开始从这个引领国逐渐普及到那些发展中的国家，对吧？这个技术逐渐普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呢，企业跟个人就会去创业也好，还是干嘛也好，他们会去借债借钱，对吧？那债务的上升的这个斜率呢，就是它技术上升的斜率更高，要比债务的上升斜率更快。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生产率提高效率的速度要比你债务上升的更快。可是当你这个技术已经普及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已经几乎各个地方都普及到了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大，竞争更激烈了。那我们说呢，我们就需要去杠杆。为什么？因为很多企业就会还不上债，开始破产，对吧？就要开始去杠杆。那我们说呢，去杠杆呢有2种方式哈，这里很重要，我们听一下这个原理哈。第一种呢是绝对的，怎么样呢？就是企业坏账，我钱就还不了了，破产了哈。第二种是相对的，这个很重要。什么叫相对的？就是通过全社会的通胀来降低你这个总体的债务占你 GDP 的水平。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现在欠别人1000块钱，你一个月假如说你收入2000，你的还债是用一个月一半的钱去还，对吧？可是如果呢，过了10年之后，你依然欠着1000块，可是你的工资变成了2万，你是不是还这个钱的压力更小、更容易？也就是说，它的相对债务规模就变小了。通过什么呢？通过全社会的通胀。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变化哈。我们说用股债平衡呢来做的这个组合的净值哈是这样子的，差不多。这个红色的线，蓝色的线呢是美国的通胀水平，这个灰色的这个阴影部分呢是你投资到股跟债呢，然后刨出去你这个通胀你获得的那个超额收益。我们会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看到吗？这里下降了，灰色的部分下降了。
什么意思哈？大家看，我们刚才讲了，债务要是想消除2个办法，对吧？第一个是绝对规模的下降，大家就会对你股市跟债市产生信用危机，看到吗？这就是股跟债它的组合往下走。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是通过全民通胀、全社会通胀。看这个通胀斜率了吗？这么高，看到吗？这个灰色是一个这样的，这个位置也是这样的。什么意思？我们有可能要对标到70年代的通胀期。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对吗？就这种变化可能是个短期变化，我认为不是啊。我们通过各个方向去分析的话，这应该就是走到了康波周期的一个下行期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高的债券收益率，然后高通胀同时会发生，同时会产生哈。我们再看，那么什么资产将获得超额收益？大家看哈，实物资产、商品加外汇是怎么走的？金融资产在2021年这样往下走，对吗？实物资产是往上走的，包括就是在70年代的这种时候，实物资产是跑赢股市跟债市的，也就是无息资产没有利息的资产，无息资产跑赢股市跟债市哈。那这个呢，要往下深讲的话，其实可以讲的东西是很多的。那今天呢，我就想让大家记住一个结论：未来10到15年呢，无息资产，也就是商品跟外汇，将创造超额收益，相对于股市跟债市，它的收益会更好。所以说，我们的投资的资产配置当中，至少要有30-40%至少以上投资到商品才是合理的。欢迎大家有问题来留言，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请你帮我点一个赞或者点一个小心心。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